老吴，5份干炒牛河多芽菜加辣。哟，老吴这儿也涨价了啊，25了。只要他那碟榨菜还在，就值这个价。今天的榨菜呢？以前不是给一小碟的吗？3年了，每周带10几个同事来，上千单生意，涨价我认了，但你连那碟榨菜都要扣。林总监，您是不是觉得榨菜给少了？不是少了，是几乎没给。要不就算了吧。3块钱的涨价我没说什么，但东西不能越卖越少。我去问问。吴老板，今天的榨菜是不是忘了放？能麻烦帮我添一点吗？添什么添？就这么点儿？你当这萝卜是地里白捡的？现在什么不花钱？一份牛河我就赚你几块，还想拿榨菜当饭吃？3年，上千单生意，涨了价，减了量。我只是想多要一勺榨菜，他拿我当什么？就一碟榨菜，至于吗？林总，要不咱们走吧？吃完再走，花了钱的。走吧，回公司。林总监，你还好吧？没事，你先走吧。我在市场部混了5年，什么阵仗没见过，但这不代表我能咽下这口气。今天我忍了，明天就会有更多的人。他得明白，最不能得罪的是真心给你捧场的人。在职员工576人，晚8点后宵夜补贴每人30元。过去3个月，40%的订单流向老吴牛蜜，每晚近100份。老吴，你最大的金主就坐在这栋楼里，那个角落是什么？老板，还有吃的吗？有，美女想吃点什么？我家的干炒牛河是招牌。牛河多少钱？新店开张21份。这手艺比老吴的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怎么样？你这牛河比隔壁那条街中心位置的那家好吃。那家是老字号了，我们不敢比。老板，你这手艺不该窝在这个角落啊。谢谢您夸，但我们刚来半个月，位置偏，也没名气，大家都认熟的，像前面吴胖子那种老摊位，我们争不过。我叫林婉，对面云峰科技的市场总监。我有一个生意想和你们谈谈，一个每晚至少能给你们带来200份稳定订单的生意。200份？林总监，您不是在开玩笑吧？我们公司每晚有超过200人需要吃宵夜，之前他们大部分都选了老吴牛河，但从今天起，我想给他们一个新的，也是更好的选择。林总监，我们无亲无故，您为什么要帮我们？第二，也是最重要的，你的邻居那位吴老板，你的手艺今天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：沉默的老主顾不是没脾气，我要让你们成为这家夜市的新招牌。林婉，你一个市场总监操心行政的事儿，说白了，你就是想让公司出面给一家夜市小摊拉生意。赵姐，您看这个，员工宵夜投诉率17%，集中在3个问题：出餐慢、分量缩水、态度差。投诉对象高度集中，老吴牛河占了82%。宵夜补贴是公司的福利成本，花出去的钱，员工吃的不满意等于白花。我这个方案的核心不是扶持谁，是引入竞争，倒逼服务升级。行政部的 KPI 里，员工满意度占多少分？赵姐您比我清楚。先试1周，50个名额，超出预算我不批，效果不好你自己去跟 VP 解释。谢谢赵姐。第1道关过了。这什么活动？报名也太快了吧！15分钟，50个名额，抢光了。看见没？那个林总监上回跟我要榨菜没给，记仇了，带人去捧那个小摊儿，咱们那个小摊儿就调了一个城里回去。吴哥，人家那小摊能撑几天？就是50个人算什么？我一晚上流水300单，他爱去哪儿去哪儿。过2天新鲜劲儿一过，还不是乖乖回来？这味道可以啊，比老吴那边香。你看人家灶台干净的，老板娘态度也好，不像某人。种子
已经种下了。吴哥，那边好像真排长队了，要不咱也想想办法。他想跟我斗，8年了，这条街上还没有人能从我手里抢走一个客人。谢谢。4.8分，第一仗赢了。好评是真的，混乱也是真的。不好意思各位，今晚第一天磨合，马上就好。明天起，所有订单统一编号，芳芳负责接单核对，阿宋只管炒菜。林姐，我今晚差点砸了。没砸，好评4.8分，记住这个数字。你缺的不是手艺，是管理，这个我来帮你补。老吴，听说对面写字楼那帮人都跑去吃那个什么阿宋小炒了。别提了，就是那个林总监，上回来我这要榨菜，我没惯着他，人家记仇了呗。女人心眼就是小，可不是嘛？你看那摊子，2个毛孩子，1口锅，能翻出什么浪？听说没？那个云峰科技的女总监拿公司资源打压老吴，公报私仇呢。老吴在这干了8年，哪受过这种气？人家就是因为一碟榨菜记仇了，谁也不想得罪老吴啊。唉，这条街他说了算的。公报私仇，舆论战恰恰是我最擅长的领域。他越是把自己塑造成受害者，将来翻盘的时候就越大力。让子弹再飞一会儿。4.8对4.1，这差距也太大了吧！王小野铁了起，100个名额，快抢快抢！简简单单5个字，行政部的态度从勉强批准变成了官方背书。100份，接得住吗？林姐，您放心，我昨晚把您写的流程表背了3遍，芳芳也找了她表妹来帮忙，100份，我就是不睡觉也给您炒出来。一场降维打击已经悄然拉开了序幕。做市场5年，我太清楚一个道理：产品让人买单，故事让人上瘾。他炒每一盘牛河用的都是他爸教他的老法子：猛火宽油，河粉要一根根分开，牛肉要提前4小时腌制，没有捷径，全靠笨功夫。老吴给不了自己这个标签，永远给不了。你看这个，潮汕来的，12岁就学炒菜了，全部身家就一口铁锅，真的拼命了。去把那块纸板拿来。哪块？新写的那块。吴哥，18块，这几乎不赚钱了吧？我倒要看看那帮人是认牌子还是认价格。老板，我这份好了没？等挺久了。急什么急？18块钱还想当大爷？走吧。林姐，他卖18，我卖20，人家会不会又跑回去？你跟他比价格就输了，我们要比的是价值。价值？什么意思？他降价，我们加量；他态度差，我们加温度，让每一个人觉得这碗牛河不只是填饱肚子，是有人在乎他。每一份都是。这是手写的。姐，趁热喝，酸梅汤水我今天下午熬的。上回在老吴那边多问一句话就被吼，这边倒好手写字。从40%到12%，价格战老吴已经输了。数据我看了，下周的补贴名额要不要全面放开？全面放开。那个阿宋确实有2把刷子，97%的复购率，行政部的食堂都做不到。谢谢赵姐，他从头会要的不是便宜，是被好好对待。吴哥，要不咱也送碗糖水？我老吴炒了8年的牛浆，用不着学一个毛孩子。我早跟你说了，别降价，先把态度改改。你看人家阿宋，客客气气的，人家姑娘还送糖水。你懂个屁！老子在这条街干了8年，用得着学一个毛孩子？都是那个姓林的女人搞鬼。
人家为什么公报私仇？还不是你当着那么多人吼人家，人家就想多要一勺榨菜。一勺榨菜，今天一勺，明天一碗，后天是不是连锅都要搬走？嘿！以前写字楼的人每天排队，你乐得合不拢眼。现在人家不来了，你骂天骂地骂老婆有用啊？滚回去睡觉，少在这碍我的眼。内部站稳了，是时候把这团火烧到外面去了。小陆，最近忙吗？帮我做个探店。什么店？西关夜市2家牛豪摊儿，你匿名去，分别点一份，如实写就行。如实写？你这是觉得稳赢啊？你去了就知道。A 摊，催了3遍才出餐，老板全程黑脸，榨菜少的需要用放大镜找。B 摊，主动招呼，出餐快速，小菜免费续。老板娘还送了1碗冰镇酸梅。就是这家，那个10万加推文里的 B 摊，我专门从城东跑过来的。这字条也太暖了吧，怪不得评论区全在说这个。芳芳，这些人都是从网上来的。对，那篇推文10万个人看了。星星之火终于燎原了。姓林的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搞什么，找博主黑我，抢我生意，你毁了我8年的招牌，你这叫不正当竞争。吴老板，那篇测评博主是匿名去的，吃的是你亲手炒的，写的是他自己的真实感受，哪一个字是编的？你指出来。你就是公报私仇，就因为那天一碟榨菜的事儿。一碟榨菜。吴老板，您说对了一半，那碟榨菜让我看清了一件事儿。您不是卖牛河的，您是卖面子的。顾客捧你的时候你是大爷，顾客提个意见你就翻脸。我没有回你的饭碗，是市场在选择，这叫优胜劣汰。老吴这回怕是要完。陈岩，李婉，来我办公室一趟。坐。最近公司内部都在传说你跟一个夜市摊贩杠上了，用公司资源给另一家小摊拉生意，说说吧。陈总，这不是私人恩怨，是一次供应商压力测试。我们公司每年花在销药补贴上的预算是60多万，此前高度集中于单一供应商，存在明显服务风险。引入竞争者后，满意度提升了31个百分点，投诉率下降为0。本质上，这是一次小成本的危机公关实战演练。你把一碟榨菜的仗打成了一场商业案例。市场人的本能，任何冲突都是素材，任何危机都是机会。下个月的季度管理层会议，你来做一个供应商管理优化的专题汇报。没问题。过了。 50分钟了，我的单呢？停！林姐，还有好多单没出。我说停就是停，你现在出10盘有5盘不合格，砸了招牌，比少卖几份严重1万倍。从明天起，每晚限量300份，卖完即止。同时，你必须招人。不好意思呀，林姐，我怕招来的人炒不出我的味道，所以才需要标准化。你得从一个厨子变成一个管理者。听说没？阿松那家用的是冻肉，还有人吃完拉肚子了。真的假的？我同事昨天确实胃不舒服。谣言的源头，我不用查都知道是谁。林姐，我们牛肉都是每天早上从正规市场进的鲜货，有小票有发票，怎么会？凭什么这么说？我阿总十几回没一块来路不正的。我信你，但光我信没用，得让所有人都信。老吴，你出阴招，我就用羊毛。
这牛肉比我在超市买的都新鲜，谁造的谣？看了进货单，正规市场，人家是真舍得下本，说人家食材不干净的，出来走两步。你用暗箭，我用阳光，这场仗从一开始你就选错了武器。有人举报你们卫生不达标，例行检查。随便查。既然来了，周边摊位也例行看看吧。领导检查啊，随便看随便看。整改通知，停业整顿3天。3天，整整3天。老吴，这牛道好像没以前香了。不香你别吃，咸这咸那，几十块钱的东西你当米其林？老板，我们等了快10分钟了，好了没？林总监，我求求你放过我们家老吴吧！你快起来，他脾气是不好，那天不该那么说你，我替他给你道歉。但他不是坏人啊！他18岁从乡下来城里，从学徒做到大厨，攒了整整8年才供儿子读完了大学。后来生意好了，他就变了，觉得自己了不起。我劝过他，他不听，骂我多管闲事。他现在整夜睡不着，喝酒砸东西，我真的怕他出事儿。这一切真的是我想要的结果吗？最近1个月，关于老吴牛录的投诉17起，辱骂顾客，掀翻桌子。老吴，你自己说，还想不想在这儿干了？考虑到你在这8年了，不直接清退，但从今天起，摊位从 A 区调到 C 区末位，再出问题直接解约。都是你们害的。谁干什么的？我不想活了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摊位不要了，设备折价处理，欠的管理费从押金里扣。翠芬姐，你想好了？想好了，我带孩子回老家，这个地方我1天也待不下去了。恭喜林总监，高级市场总监，实至名归。我什么都没有了。沉甸甸的，但不是荣耀的重量。赢了，全都赢了，可为什么嘴里全是灰？宋老板，你的故事我们一直在关注，计划是注资200万，品牌升级，中央厨房，3个月开5家连锁店。
芳芳，200万啊！我们开5家店，以后再也不用蹲在夜市风吹雨淋了。中央厨房，标准化，到时候炒菜的都不是你，还叫阿松小炒吗？那你说怎么办？守着这个小摊一辈子，有什么不好？你还记得第一天只有林姐一个客人的时候吗？那盘牛河你炒得多用心。现在呢，你眼里只剩钱了。空气里已经没有了老吴的锅气，但记忆里的味道清晰的扎人。姑娘，多给你加了点牛肉，吃饱了好干活。那碟榨菜酸甜爽脆，是我在这座城市里吃过的最温暖的味道。后来他变了，我也变了。如果那天晚上我只是不再来吃，而不是策划了这一切，结局会不同吗？翠芬不会跪在路灯下哭，老吴不会在凌晨2点去拧煤气罐，赢了又怎样？有些东西赢了就再也回不去了。林姐，那个投资的事儿，我们想听听您的意见。你们俩自己怎么想的？我没有资格替你们做这个决定。林姐，您可是……我可是把你从零做到今天的人，对吧？但也正因如此，我更没有资格。阿宋，我帮你打赢了老吴，但你知道吗？打败一个对手很容易，为一个成功善后比什么都难。老吴的失败有他自己的问题，但我的手也不干净。我把我的情绪变成了一把刀，他切掉的东西比我预想的多得多。200万很诱人，但你要想好，你到底想做一个品牌，还是想做一碗好吃的牛河？这2件事儿，有时候是一回事，有时候是2回事儿。想好了再告诉我，不急。比起教别人怎么成功，学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，才是我真正要补上的一课。程总，200万的事儿我想好了，控股的方案我不能接。宋老板，你知道你在拒绝什么吗？我知道，我可以接受小额投资升级店面设备，但配方是我的，厨房是我的，每一盘牛河必须经过我的手。你这样做永远做不大。程总，我不是为了做大，是为了做好。我不想做下一个谁，我就想做第一个阿宋。想法变了，随时联系。放心，咱不赌，踏踏实实干。林姐，我不做下一个老吴，我做第一个阿宋，谢谢你。林总监，我回了老家，开了个小卖部，日子清淡但踏实。老吴在里面表现还行。林总监，我不怨你，老吴的脾气迟早要栽跟头，好手艺不该跟着人一起消失，给谁都行，能传下去就好。你怎么来了？不知道，就是想来看看。我的牛河是不是真的没那么好吃了？他问的不是味道，他问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把一碗好好的牛河活生生炒砸了的。老吴，翠芬回老家了，日子过得还行，她把你那个榨菜的方子寄给我了。出来以后好好过。这个项目的数据很漂亮，但今天我想讲的不是这些。这个项目的起点是我个人的一次情绪反应，最初的动机里夹杂着私人的愤怒和报复心理，最终竞争对手摊位倒闭，经营者家庭破裂，这些后果我无法撇清自己。赢不是唯一的标准，怎么赢才是我们真正需要思考的。林婉，这个反思比你所有的业绩都值钱。卫生检查全部达标，投诉率下降7成，周末客流量涨4成。你们要谢谢宋哥带了个好头。这大概是这场风波里唯一让我心安的结果。林姐，这个方子我真的能用吗？翠芬说了，给谁都行，传下去就好。老吴的底子，但要有我自己的味道。这个味道跟老吴家以前的好像，但又不太一样。不一样就对了，老吴的方子，阿宋的改良，这叫传承。这大概是这座夜市里最贵也最便宜的一碟小菜。林婉，你那个夜市的事儿给了我一个启发。
如果这件事能系统化呢，做一个小微商户扶持计划。您的意思是？挂在企业社会责任板块下面。不是施舍，是共赢。今儿这白菜炖粉条不错啊。是啊，比昨天强多了。这位吴师傅是上个月来的，手艺好人，踏实话少，他老婆介绍来的，说是重新开始。有些人的故事不需要轰轰烈烈的结局，能重新站在灶台前就够了。这一勺补的不是菜，有些和解不需要语言，一勺菜就够了。林姐，老位置给你留着呢。兜兜转转，我想要的从来就不是赢，我只是想要一碗值得被尊重的牛河，一碗用心炒的河粉，一碟不吝啬的榨菜，一句加班辛苦了的问候，仅此而已。老板，买单。林姐，您的单我这辈子都不收。